Hello， 大家，我现在来到了高雄的旗山。2年前我有来拍过旗山，但我现在回看的影片，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拍进去。那2年之后，我又来到旗山，看看旗山可以给到我怎样的新的视角。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吧 ，Let's go！ 旗山在南部应该算是很热门的老街了吧？因为交通便利，农产丰饶，自清朝以来就是官商的云集之地。行走于老街之中，两旁是鼎盛时期的巴洛克式街屋，穿行而过的是各式各样的小吃美食。深入巷弄之间，又有独树一帜的榴莲花生卷冰淇淋。如果要问来到旗山必不可少的一个理由，我想应该会是这次新发现的月见肉燥饭。旗山第一站要来吃个这边很有名的猪舌冬粉，据说它是米其林推荐。在旗山开了近40年的秀明猪心冬粉，2024年入选了必比登推荐。来到他家，除了猪心和猪舌是必点之外，月见肉燥饭也是在菜单中名列前茅的选项。点了一个猪舌冬粉，一个肉羹米粉，还有一个月见肉燥饭。现在先来吃一下猪舌冬粉。我觉得他们家的餐点上来，虽然都是那种很传统的小吃，可是上来会有一种让你觉得赏心悦目的感觉。觉得猪舌冬粉虽然看着很清爽、很清淡，可吃起来还是很有味道，因为它里面的油葱酥非常的香。猪舌的话，吃起来是那种比较带嚼劲的、Q 的，没有什么异样的味道。因为我吃这种内脏型的这种食物，最怕的就是有味道。其实它这个没有任何的味道，然后有一点点的嚼劲，我觉得做的那个熟度非常的好。这碗猪舌冬粉在油葱酥和芹菜的点缀下，淡而有味，清甜滑爽。里面的猪舌一定要蘸一点店家特制的豆瓣酱料，单说酱料不算有多好吃，但就是和猪舌很搭。再来尝一尝肉羹。这碗肉羹光看外表就像一位职场里谈吐得体、穿戴整齐的上班族。汤汁勾芡，不会太过浓稠，吃起来也不会觉得厚重。米粉、肉和羹都恪尽职守，确保进到每一位食客的口中都是万无一失的。它肉羹我觉得也还不错。这2样先过去，来到我的正式的月见肉燥饭。这个肉燥是瘦的，上面撒了一点胡椒粉，但就是煎的这种半熟的流心的肉燥饭端上来的那一刻，我就确定这是我这几年一直在寻寻觅觅的那碗完美肉燥饭。软弹的饭粒上盖着一颗半熟蛋和瘦肉肉燥，肉燥的一些汤汁顺着缝隙流入饭粒之间，把半凝固的蛋黄轻轻拨开，与酱汁混合，然后一口吃进去，酱香十足，咸甜适度，蛋液的嫩滑刚好弥补了瘦肉肉燥饭缺失的连嘴感，越吃越喜欢。我觉得这碗肉燥饭可以评为我来台湾这几年应该是最喜欢的一碗肉燥饭了吧，因为我完全不用担心会吃到肥肉，它的肉就是瘦肉，然后又有一颗半熟蛋在旁边陪衬，哇，这种你们懂那种不吃肥肉的人吃到这种全瘦肉的肉燥的感觉吗？就是很开心。这家冬粉是必比登推荐，我觉得口味的话，每个人因人而异。但是它端上来呈现在我面前的食物，我觉得是非常具有观赏性的，就是你会觉得又干净又好看，然后吃下去也好吃。里面的用餐环境，包括他们人员的服务态度，你都会觉得这一整套下来，吃完这一餐，你会觉得很舒服。我突然看到这个山好尖哦，在这里，尖山。来到旗山老街，可不要只在老街里面转，老街的周边说不定还藏着未曾发现过的惊喜。从猪舌冬粉出来，顺着旗山老街散步，走路6分钟左右，就是旗山的第一公有市场。我来旗山这么多次，我第一次知道在旗山老街的旁边隐藏有一条街，这条街就是他们的市场。从公有市场进去，穿过和平街，来到延平路，传承了4代的旗山红糟肉是不少人来此的必吃选择，我也跟风凑了个热闹。
用餐空间不大，但还算干净。入座后，老板会来跟你确认餐点。每桌的必点就是红烧肉了吧？我一直在看切肉的大姐，从我开始吃到离开，根本没有停过。除了切内用，还要切外带。红烧肉，它外面是炸的脆脆的，这个一定要端上来就趁热吃。然后它有附一个这个蘸酱，我觉得蘸上蘸酱会比较好吃一点，因为里面的肉可能味道，这层白肉味道稍微淡那么一点点。红烧肉一定要端上来就趁热吃，外面那一层才会是甜脆甜脆的，里面的肉还蛮嫩的，也很饱满。哇，它这个猪血汤好喝哟，里面有猪血、韭菜，还有一些酸菜，还有肠。我们另外还点了米粉、面、脆骨肉和2个汤，推荐猪血汤和脆骨肉。韭菜在汤里面很香，汤头也很清爽。脆骨肉带有一些脆感和胶质，也很推荐。其他几样就觉得比较一般了。不知道是不是台湾人都有吃过红烧肉？如果是没有吃过，刚好路过这里，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他们家除了主食没有那么惊艳，其实小菜都很好吃哈。岐山的地名得名于境内的最高峰旗尾山。这么热的天，旗尾山我是肯定走不上去的。但与旗尾山隔山相对的，就是形如大鼓的鼓山。鼓山的半山腰处是依山而建的鼓山公园，走入公园就是望不到头的台阶。走完这些台阶，刚刚吃的应该就可以消化的差不多了吧。鼓山公园内林木青翠，每走完一处台阶后往回望，都是不一样的视野。走入神社的这个阶梯，就看得到两旁有这种，就日本神社两旁都会有这种建筑嘛，这样子的。你们看这个孔看过去像一个取景器一样，然后这里就是一幅小小的画在中间。继续往上就是以前的岐山神社，台阶两旁是重造的石灯，台阶的尽头则是神社的剪影重现。前面有一个小猫，它下来了，喵喵，喵喵，喵喵，哇，好瘦！喵喵，拜拜。我走到顶上来过后，这里有个神社的一个壁画意象。然后朝这边走就是孔庙，往这边，但是感觉好像要下雨了。那一条路是刚刚走神社那条路吗？我走到这边发现是车子走的路，然后我就没再走了，因为我怕有危险。然后我就这样倒回来，走到旁边这一条路。然后你们看我后面。岐山的全景虽然有一点累，但是我觉得走到这顶端上面来还蛮值得的。你看下台阶。就是要这样斜着这种方向来下，才不会觉得很累。从鼓山公园下来后，步行5分钟的距离，就是一家 CP 值超高的咖啡店。哇，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蝉叫？声音好大哟！我最近有看到有很多网友在分享说，那个蝉它吸了树的那个树枝过后，它会流尿。有时候走在树下面，你觉得，哎，怎么有雨滴滴在我身上，可是又没有下雨？其实就是蝉它的尿滴在你身上了，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那现在我要去后面这家咖啡厅找了一家，我本来要去另外一家咖啡厅，可是另外一家他今天休息，他只开周六和周末，所以就找到这一家去试试看。
你们看这一杯冰美式，好大一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一杯冰美式，跟我脸差不多。而且这一杯冰美式才80块。我们想说在咖啡厅里面坐一下，然后等我把咖啡喝完，外面下雨了，走不了了。前方有一个在躲雨的小狗。我现在走在这条小路上面，感觉好像有一种丛林的感觉。在这里很安静的一个地方，就是岐山生活文化园区。那这里以前是旧的鼓山国小，现在鼓山国小已经搬到新的校址去了，在延平一路。这个地方是创建于1912年，它以前是只有日本籍的学生才可以读的这个学校，那现在就改建为这种生活园区了。这里面很安静。就是岐山老街很热闹嘛，但是你走过来，它旁边这条街有一个这么安静的地方，觉得还蛮舒服的。这个就是以前学校的旗杆，然后后面是教学楼，教学楼是有一点这种泛黄的建筑，然后种了几棵这种芭蕉树吗？就这种叶子的树。看起来就很有南洋的风格，加上现在的天气的话，真的就是南洋那种潮湿黏腻的感觉。校舍内布置清爽，一目了然就可以了解到岐山的景点和产业背后的故事。走累了来到这里也是休息的好去处。以前的建筑留有这个孔，应该是通风的吧。在80年代，全台湾仅存了3座武德殿，其中又以岐山的武德殿造型最优美，保存最完整。从文化园区步行5分钟，一座唐代的宫殿式建筑出现在了眼前，这就是岐山的武德殿。看到面前的这一栋建筑，真的就很像最近我在看的一个古装剧《锦绣芳华》里面的建筑。那目前全台湾还有几座武德殿有在开放参观，例如说高雄西子湾附近，那是全台第1间武德殿；台南新化也有一间武德殿，是全台湾最大的武德殿。之所以命名为武德殿，是日本人他们要发扬武术道德。那个殿在汉字里面来讲，就是高大房子的意思。那他们以前在武德殿里面是练习柔道跟剑道。岐山武德殿它是唐代的建筑风格，黑瓦屋顶。那以前它有结合合适的，以前地板是铺榻榻米，因为要练武使用。那它没有像新化武德殿那种有弹簧的感觉？都会有，因为它底下是空的。1994年的时候，岐山武德殿曾经失火，整个屋顶、地板、窗台门、木造结构都烧毁，只剩墙面跟外面的柱子。后来经过2次的重建重修，又再恢复原貌。上面木柱的部分，它是使用块木，所以嗅觉灵敏一点的会闻到块木香味。是用以前的那种榫卯的拼接方式，没有用钉子。上面的话，它还有为了安全，它有结合现代木工的加强工法，所以有一些金属的材料在上面。2014年重新开放参观，现在作为艺文展览使用。我们每个月都有不同的艺文展览主题。这个月的话是林登龙老师他的个人展览，他的个展。那你们如果要合照，我再帮你们拍。好，谢谢。谢谢，慢慢看。我以为前面这个是个雕刻，结果拉近了一看是个鸽子。这样子看很像雕刻吧。之前我也去过新化的武德殿嘛，那个武德殿走进去，它的地板就是那种弹一弹、回弹的感觉。我以为这个武德殿也是这样子，然后我一走进去，我就这样去弹，结果没有那种感觉。它外面本来有一圈围墙，但那个围墙也拆了，拆了过后就把岐山老街那个石拱圈搬到这边来。就保留下来，保留在这边，也当做一个装饰。所以看到那个石拱圈，我以为是和武德殿一起的，因为都是比较有年代感的。其实不是，它是岐山老街那边搬过来的。
旗山是高雄山线的门户，早期因为糖业发展而逐渐兴荣，又因为旗山车站位于此处，所以从车站笔直延伸出来的这条街就形成了最热闹的旗山老街。行走于老街中，抬头向上是不同时代的建筑堆叠起来的旗山故事，平行向前是传统小吃和在地特色的市井气息。位于天后宫的对面，开了80年的潮林冰果室，是我每次来此必去的店铺之一。每次来必点的一个就是杨桃杏仁露，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结合，杨桃汁很解腻嘛，那它杏仁露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吃起来你觉得两种味道是合在一起的，融合得很好。还点了一杯木瓜牛奶，木瓜牛奶是没有加糖的，一定不要加糖，加糖就太甜了。吃完杏仁露，继续往前，三哥臭豆腐是我几年前吃过，但一直念念不忘的一家店。三哥臭豆腐之前有来吃过，当时吃了过后我就觉得很好吃。我说如果我还有来旗山的话，我一定会来再吃一次的。所以今天刚好有遇到他有在开，所以就来吃了，1份80，然后上面有一点酥酥脆脆的。果然还是那么好吃，外皮炸得很酥脆，它不会硬哦，也不会割舌头，就是很酥脆。然后里面的肉质非常的软嫩。刚刚我有拍一阵子嘛，它泡在汤汁里面这一块也完全没有软掉，还是脆脆的。然后豆香很足，它的汤汁有一点蒜味的那种香味加在里面，我觉得好吃。前面那边有家郭家当归鸭，之前有来吃过，觉得还不错。旗山老街不长，全长220米，在糖业发展时期，为了运送制糖的甘蔗而兴建了旗尾线。位于老街起点处的旗山车站，就是这条线路的重要转运点。其实2年前我到旗山老街来，我就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没有走进糖厂故事馆里面来。糖厂是旗山糖厂嘛，旗山糖厂是建于1909年。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当时运糖厂原物料甘蔗的一个车站。这个车站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不仅载货，它还要载客。后来载客数量越来越多，然后车厢就增加了班次，车厢也去做了一些改变。因为生意太好，所以它后来在1928年的时候就改为载客为主了，然后旗山小镇呢也跟随着车站而发展起来了，一直延续到成为香蕉产业的重镇。2战结束过后，因为公路运输的便利性，所以就取消了铁路的运输。那到了70年代的时候，糖业和旗山的香蕉产业也慢慢的没落了，所以旗尾线这一条线路叫旗尾线。旗尾线在1978年的时候就全面停驶了，1982年的时候全部的轨道拆除。那这个车站的话，从顶上看下来，它车站的站房左右两侧是不一样的。车站里面有一个小图，大家进到这里面来可以看一下。那车站它在入门的时候，它还有保留2条轨道，那个轨道当时就是载物的轨道，还有保留下来。因为当时车站它是没有正门的，就没有正式的一个入口的门，就是它前面可能就载物，后面就载客，然后大家就从各自的方向去上车的那种。上火车了，这个火车不会走，它只会让你有坐火车摇摆的那种感觉，所以坐在上面只是一个感受而已。台湾的糖厂我是去了不少，但第一次知道糖厂的铁路大多都是南北向。日本在1944战败了以后，他们就回去了。那国民政府来以后全部没收，就没收，所以变成了政府的。那这个就是私人的，所以他所盖的铁路都是东西向。为什么要盖东西向？只有这条是南北向。所以这个条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条，南北向。
那这一条也是南北，它是很短，就在市区里面。正常都是东西向比较多，都东西向，它都是东西向。那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私人的糖厂，你也是糖头上，我们两个都有那种关系，对不对？我要不要考虑到你？我不用嘛，你关我什么事啊？对，那我们的中央山脉是南北向，河流是东西向。如果我盖南北的话，我要跨河架桥，遇到台风，我要去修理它，我招谁惹谁啊？我不要。原来这样。对，他就做东西向。明白。他如果做南北都在市区里面，在村庄里面没有河流的，他才会做在里面。而有的话就什么这东西。也是考虑到成本。对，就是成本问题，对，成本问题。好，来说。那现在台湾的你哪边来的啊？我不是台湾人。哪里人？重庆。重庆嘛。想要重庆啊？我去你们那边说哈，人家给我讲了几个顺口溜啦哈。他说连到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对；连到上海才知道自己的钱少，连到重庆才知道结婚太早，对不对？那我就奇怪，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到重庆会觉得结婚太早？他说重庆吃美女，对吧？像你是这么美丽的，谢谢。我在剪这个影片的时候才发现，这位先生在说顺口溜之前，还有一段关于铁路的故事没有说完。是这里出去吗？不知道哎，好像不行哎。不是啊。你要照相吗？哦，不要。是来没出来？不是这边哈。不是那边出去。拜拜。拜拜。是走这边谢谢，拜拜。就是害怕它味道可以加我正在买的这家店铺是我这次新发现的口袋名单——麋鹿糖艺铺。本来想买葡萄龙须糖，但现在不是季节，就买了开心果味道的。看到榴莲花生卷冰淇淋，没抵住诱惑，也买了一个。等等，我买了一个榴莲手卷冰淇淋吧，还买了一盒龙须糖，然后老板还送了一个开心果的冰淇淋。现在先要来吃一下冰淇淋，不然怕化掉了。开心果真的是我近期的最爱。它的开心果不仅仅是只有开心果的那种果酱的味道哦，它上面这种颗粒也是开心果的，然后可能有一点花生的这种，我觉得这种吃起来不光是味道好吃，也非常的有口感。吃坚果就是要嚼它的那种口感嘛，好吃。它这个皮黑黑的，它是竹炭春卷皮，尝一下。榴莲。如果你们来到这家要买龙须糖的话，建议再顺手买一个榴莲手卷冰淇淋、花生卷冰淇淋，加了香菜的。刚刚我有问那个店员加香菜味道会不会很怪，它不会，可是很搭。如果你吃得惯香菜的话，就真的非常的好吃，它不会突兀，完全不会突兀。香菜的存在感很低，但是又有一点香菜的味道，里面糖有一点颗粒感的这种，你吃在里面，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我觉得都是很丰富的。这一家应该是岐山老街的王者吧，有传统，有创新，而且又是独树一帜的，又新鲜，现做手工，一定要来买一下这家。虽然它在那个比较角落的位置，可是当你们走到这个岐山车站这个故事馆这边，往右转就看得到他们家。这个也是开心果味道的。我其实想买草莓，但这个不是草莓的季节，葡萄也现在也不是当季，所以就只有开心果和原味。原味吃起来感觉会比较无趣，是我自己个人原因，我会觉得无趣哈，所以我就选择开心果。哇，龙须糖这个真的是只有小时候才会吃的，它是把这个味道加在这个里面的，包进去的，而且您看，它这个是真的是一丝一丝的，吃起来不会觉得很腻。小时候其实吃龙须糖是跟着家长一起吃嘛，你就搭着一起吃，你会觉得吃了过后也还好，反正就那个味道有一点甜腻。现在的龙须糖真的是越做越好了。这家还有一点创新，加一点水果呀，一些现在流行的口味啊，这些在里面，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因为它这个吃进去它不会连牙齿，因为我是最怕吃那种甜的会连牙齿，它这个不会，还蛮好吃的。那今天这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还喜欢这期影片，请一定记得帮我点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到岐山这边来，怎么能忘记买香蕉？这个香蕉我买了6根，这么大的是80块钱，然后每次买都是买这么大，手掌大小的这种香蕉，然后这种香蕉等它熟了过后，吃起来是那种软 Q 的，而且带一点点的那种酸味，非常的好吃，一口气可以吃好几个。